大家好，我是晚风。相信这几天随着琉璃剧情的逐渐开挂，等离子的队伍又壮大了不少。好久没有这样上头的追过剧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小手控制不住的刷刷刷。想到这种感觉可能还要持续1个月，我的心情无比复杂。每次追到这种剧，都不免乐中生忧：一忧好剧不火，明珠蒙尘；二忧注水烂尾，恨铁不成钢。哎呦，简直如老母亲般操碎了心。还有这剧情甜完了虐，虐完了甜，我的一颗心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男主情人咒没发作，我的情人咒先发作。天哪，我又开始真情实感了。大公主，离泽公断情绝爱面具请来一打，我这儿急需。好了，言归正传，今天呢，我们就从故事线和爱情线两方面来具体聊一聊琉璃，看看琉璃到底为何如此上头。从故事线来看，琉璃采用了单元型的叙事结构，从开篇的出古雕簪花大会，到打屈辱鸟收妖灵，再到开启紫湖副本和福玉岛副本，多个单元事件嵌套相连。随着男女主的升级打怪之路，琉璃的故事便层层展开了。采用单元型叙事结构最大的好处就是便于不断地加入新的人物和线索，从而保持故事的张力和新鲜感。故事单元化后，琉璃的情节推动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看起来酣畅淋漓。这种叙事方法让我想到了仙侠剧里的封神之作《仙剑奇侠传》。果不其然，一查，导演之一确实就是《仙剑》的导演。不仅如此，更值得一提的是，琉璃在传统的简单的单元结构的基础上，又杂糅了遵循因果逻辑的线性叙事方式。琉璃中各个单元故事并不是互不相干、独立存在的，相反的，它们由一条核心轴线串联而成。这条轴线即天魔大战1000年后，天虚堂的妖族四处寻找4把灵石，妄图唤醒具有毁天灭地之力的魔煞星，进而称霸3界。同时，这也是故事的主人公玄机、司凤、玲珑和敏妍所共同需要面对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并且未来他们将深陷其中，他们的命运、爱情、前世、今生也将与之息息相关。通过单元与线性叙事的有机结合，编剧将琉璃的故事抽丝剥茧，层层展现于我们的面前。除了脉络清晰、构思精妙的故事主线，琉璃在细节处理上也非常用心。整体剧情伏笔众多，单元事件环环相扣，如此细腻的编剧手法在仙侠古偶中确实是非常难得的。例如在除妖灵事件终结时，一神秘紫衣女子劫走了灵石长老，这勾连起了即将开启的紫湖副本。再例如簪花大会上貌似不经意间提到的福玉岛岛主夫人为天下第一美人的事儿，其实又在为之后福玉岛的副本预热。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情节，却都在暗示着未来剧情的走向。这种叙事结构和细节处理真的是太漂亮了，这里晚风我必须给编剧组一个大大的赞。不过说实话，关于剧情，我现在唯一有点担心的就是后面罗侯基督的部分，但是编剧组的实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还是很期待看到编剧如何完成这一块内容的具体呈现的。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爱情线，请大家首先把我满脑子都是司凤打在公屏上。我满脑子都是司凤。琉璃的爱情线写得非常清丽脱俗，不落窠臼。琉璃中的女主角楚玄机前世是天界战神，虽然这一世6世为开，懵懵懂懂，却经常在危机关头威力大增，解救大家于水火之中。反观男主与司凤作为离泽宫首徒，天资超凡，修为极高，但我们却经常嘲笑司凤小公主错拿了女主剧本，不仅出门要戴面具，4年后重逢时还需要玄机画师哄开心，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作者的有意为之。琉璃中，作者刻意模糊了男女主的性别界限，并极力摆脱女强男弱或男强女弱的刻板模式，其目的就是为了打造出一种完全平等的恋爱关系。在琉璃中，爱不是压迫，也不是妥协，而是成长，是认识到更真实的自己。所以剧中当我们看到玄机和司凤联手打怪并肩作战时，会忍不住大呼过瘾，也会不禁感慨，这或许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是，用五行咒术点击。龙彻。所
所以琉璃中的爱情观是非常先进的，这一度让我难以置信，这竟然是08年的古早仙侠小说。下面应广大少女的要求，我们再来稍稍聊聊与司凤的爱情。司凤对于玄机的爱是平等而尊重的，他把玄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并完全尊重玄机的选择。玄机想找回六氏时，他愿倾力相助；玄机不愿找回六氏时，他也绝不强求。然而奈何，一个隐忍而深情似海，一个懵懂而爱不自知，这就是虐点。与司凤是一个极度温柔而善良的男孩子，总是宁愿委屈自己，也绝不委屈别人。身中情人咒，即使性命攸关，他也不愿迫使玄机爱上自己。我把六师兄当作情敌，即使内心嫉妒万分，也依旧劝说小六子谨慎选择，不要伤人伤己。这就是与司凤的爱，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包容与自由。说到这儿，不禁感慨，李泽公赶紧大力扩招啊！司凤牌男友每个等离子女孩都应该人手一个，这比什么霸道总裁、邪魅狂眷、小狼狗、小奶狗那些乱七八糟的强太多了，你们说是不是？完美的男友人设已经够让人上头的了，而仙侠又给这段爱情增添了更为梦幻浪漫的色彩。剧中有一幕我印象极深，玄机问鲛人天界是不是很美，鲛人略一颔首说，于天界他所见过的最美的画面就是莲池边美丽的战神将军每日像金翅鸟倾吐心事，每一世他都为他而死，而他却永远不记得他。他以血作志标记在他的眼角，约定下一世的牵绊。终究9世的苦难换来了这一世的天长地久。琉璃这个故事简直美得不可方物，身世坎坷的懵懂少女，执着坚守的温柔少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自此时生时世，天上地下，生死相随，只为捂热一颗琉璃心。好了，这一期关于琉璃的故事线和爱情线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我是晚风，我们下期见。